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最近有两条消息值得大家的关注。那第一条呢，就是日本选出了新首相，就是曾经的自民党总干事石破茂，他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另外一个角逐者高市早苗，而高市早苗被看作是这当中最亲台湾的、最反对中国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担忧，那石破茂作为一个可以说自民党当中的一个大佬，他过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亲中人士，那么他当选了日本的首相，会不会使得日本的政策又走回头路呢？我认为其实不用担心。石破茂在这次竞选之前，刚刚从台湾访问归来，见到了赖清德，所以说他怎么不访问中国，访问台湾呢？他也看到了台湾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而且石破茂曾经担任这个防卫大臣的时候，那就是国防部长，他支持建立亚洲版的北约，用这样的跟美国、跟其他的欧洲国家进行全面的连接，当然也包括韩国、澳大利亚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共同对抗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说，石破茂本人他不管怎么样，一定会顺应时势，就像最了解日本的石坂明夫所谓的形势比人强，你不管个人的倾向性如何，你都要做好这份工作。那么形势逼迫你，你必须要顺应绝大多数人的民意。日本的民意，或者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民意，是反对中国扩张，支持围堵制裁的。那这种情况下，石破茂也一定会按照人们的意愿去进行决策。像过去你说亲中派也好，或者是拥抱熊猫派也罢，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人们越来越富裕，对吧？他的价值观也可以慢慢的转变，从那样的一个集权专制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时期，转变为市场经济，然后慢慢再引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现代普世价值观，慢慢进行一个 transition。 所以说在那个情况下，大家支持跟中国继续的保持友好，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中国当时的在全球的经济体量，在全球化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吧？大家对中国制造越来越依赖，甚至也垂涎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在那个时候，一方面是经济利益，另外一方面是在政治上的期待。所以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亲中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10年之后，他现在改变了宪法，他现在重新集权，他现在强调所谓国家安全，镇压了香港的自由，同时把触角伸向全球。就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之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是继续的为了自己的权利，他是不惜毁掉过去的改革开放，不惜以全世界为敌的。那这个时候，大家从亲中、从拥抱中国开始慢慢的转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就说，在美国还有几个在位的、仍然有政治影响力的官员是亲中的，是在公开场合愿意为中国说话的，或者他们的投票的时候，比如说国会议员们，有哪个是支持跟中国继续的 engage，继续的实行美国的接触政策的？没有了，几乎没有了。几乎现在全部都开始变成什么样子？抛弃过去的接触政策或者协调外交，慢慢的转变为对中国、对俄罗斯对朝鲜、对伊朗更加的强硬。这种强硬姿态，除了要扭转过去的失败的政策以外，其实也是在为解决现在目前欧美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就是要把这些内部矛盾冲突。所以你看到现实正好跟过去相反了。习近平所谓我们有10000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搞坏中美关系，现在变成了有10000个理由搞坏中美关系，或者说有10000理由对付中国，而没有一个理由跟中国继续友好，或者说跟中国继续保持友好姿态的这种理由越来越少了。这是形势的变化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任何人的个人意愿和期待，在这场国际游戏当中都是次要的。所以说就在这个时候，在石破茂刚刚当选自民党总裁未来将接任
首相的时候，日本的自卫队首次派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这是历史以来的首次。过去欧美国家就是北约成员国一个接一个的通过，美国来的最勤快的，之前还有法国的、加拿大的、德国的，结果呢，现在日本也来了，什么意思？大家共同的行动，给中国一个巨大的威慑。你要打台湾，你就是跟我们这些所有的国家为敌。那你掂量掂量，你是不是想成为世界公敌？你成为世界公敌之后，什么结果？你的政权还能保住吗？这样的一种高压的威慑姿态，让中国不敢轻举妄动。英国 BBC 中文网的一篇报道说，日中两国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绷了，讲的就是这一次日本政府派出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前往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穿越台湾海峡。他们不在乎激怒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怒不起来了，或者说就算怒起来也是给自己人民看的。为什么怒不起来，对吧？为什么还要说愿意承诺逐步的恢复日本水产品的进口，对吧？不惜自己打自己脸。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跟过去为什么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不是因为那位日本小学生在中国遇害的事情，我之前说那个只是一个催化剂而已。真正导致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有所松动，还是因为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因为你过去改革开放就依靠着跟其他国家做生意，带来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等等等，才慢慢发展起来的。结果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开始要做大做强，垄断了国企，还是要把西方的这些企业踢出去，因为我们自己要自力更生，要自主创新了。你断绝了其他国家在你这儿赚钱的机会，你也等于是断绝了别人对你仅存的那个友好态度的条件。还是那句话，你是一个跟整个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拥有格格不入价值观的国家，大家对你友好的根本原因是期待你更好，或者是相信你的承诺。现在这个承诺已经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对自己有利益，结果现在跟中国友好对自己没有利益了，你让我赚不到钱了，那我凭什么还跟你维持友好态度呢？你过去本来就是我的敌人呢。结果就是恢复到过去那种敌对状态，敌对状态才是常态。我一直在讲，因为你是一个共产党的专制国家，跟其他国家敌对才是正常状态。过去的改革开放是不正常的一段时期，是中国进行了让步，进行了妥协，进行了伪装。所以说现在把这个伪装给撕下来了。那同时呢，你这个真面目跟过去真面目还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你实力更强了。毛泽东时代也很凶，也很强硬，但是你实力不够啊，别人不打你，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现在你具备了一定的破坏这个国际秩序的实力能力，所以大家对你就更加谨慎。这是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毛泽东时代中国唯一的差别，实力更强了。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在对西方的仇视上，对内的压迫、洗脑、剥削上面都没有太大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差异。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么多国家开始对中国越来越警惕，同时越来越敌视。如果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话，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还有加上日本，这些国家不断在穿越台湾海峡的这些国家，如果哪一天因为台湾跟中国发生战争，那就是世界第3次大战了。但是日本这一次历史首次穿越台湾海峡，它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之前，中国的空军预警机也是历史首次入侵日本领空，这件事情也刺激到了日本。再加上之前日本也不断的发出警告，中国的船只不断的侵入日本的领海呀，从这个数量上，从这个规模上不断的再创新高。那么这时候日本必须要回击，而不是继续的躲起来，为了维持那已经开始不断破碎的经贸关系。所以现在看起来日本开始更加的强硬，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其实你怪不了日本，你在内部中国内部不断的煽动对日本的仇恨，不断的把过去那个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的那些做法给重新的不断的炒作，让中国人都那么痛恨日本，游走在随时跟日本爆发军事冲突的边缘。那你可想而知，日本能对你好得了吗？日本肯定要重新考虑跟中国的关系了。过去几十年，从79年改革开放一直到2017年，我看到一个统计，对中国进行贷款最多的国家，第一就是日本，对中国最友好，对中国改革开放扶持最多，尽了最大努力，对中国的民生也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日本，现在
跟中国基本上慢慢的要彻底决裂了。那么讲完日本，再来看中国内部的经济困境。那么最近好像很多的粉红，很多的中国的股民都开始欢呼雀跃了，因为中国正式的宣布大放水。除了央行宣布了一系列的一揽子的这个救市的计划以外，中共中央政治局也还召开了会议，习近平主持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并且也讲到了中国要开始加大规模推出财政政策来拯救今天中国所遇到的困境。他特别提到了说攻坚克难，沉着应对，而且还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其实这也说明了他现在终于承认了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过去一直在说我们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都要复兴了，怎么可能遇到困难了，对吧？所以现在好了，他承认了这一点。首先，那第二呢，就是推出一系列的动作。那不承认我不可能推出这样的大规模的放水的动作。那么未来有机会我再讲这个放水的整个一揽子政策到底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救房地产市场，比如说全面放开限购，还有就是降低房地产的利率。它的这个会议和最新的这些办法推出之后，我们看到沪深300指数一周内上涨 14.9%。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股市强劲反弹，创下了近16年来的最大单周涨幅。其实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就会打一个问号。一个国家的股市能够在短期内上涨将近 20%， 这是什么概念？这种大起大落是一个不良征兆，说明这种涨幅不是健康的，不是正常的，它是政策所刺激出来的，而这个政策是大家从来没有预料到的政策，或者说是不可预料的政策。也就是说，美联储如果有什么政策，大家有什么预告也可能会影响着股市的跌幅或者是增长。但问题在于，基本上是有一个可控范围的，就是就算跌也是某些行业的跌，或者是某些行业的涨，而不是说整个股市全面的上涨或者全面下跌。所以在中国这个股市受政策影响大到它不讲市场经济了，它完全就看国家的政策是什么，而且还不是具体的政策，而是国家说什么，是领导人一句话的事儿，这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这样的股市我是肯定不进的，除非你有内幕消息，对吧？那么最近有人就发现了，就在这过去3天，有近100家的公司都披露了减持的公告，就是这些企业的股东们纷纷减持股份。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不是要把这些公司送给股民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大股东们都纷纷的减持套现？因为他们知道涨上去之后几乎不可能再涨了，或者说这次是一个套现的机会。我之前说过，每一次的反弹都是大家撤资的机会，因为大趋势一定是向下的，那么它的反弹就让你少损失一点。你不要想到回到过去的那个高度了，现在能有反弹，谢天谢地，赶快逃跑，就这么简单。因为政府刺激的政策是一定坚持不下去的，也不会产生长期良好的效果。为什么？之前还是讲过，你不改变整体的经济结构，你不能真正的拉动内需，提高消费占比，你基本上这个经济是走不下去的。西方的围堵还不会减少，而且还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任何的出路制造业肯定要被围堵，高科技肯定要被制裁，廉价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所以从供给方已经没救了。那需求端呢？不用说了吧，大家都已经见识到了什么是消费降级。有人就跟我讲到了一个现象，他发现现在中国人用朋友圈、微信朋友圈去发自己日常生活就是去哪儿吃了、去哪儿玩了的这些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不是说大家不想显摆了，只是在闷头发大财，不会。中国人一定会要去炫耀，任何人都有这种炫耀的本能需求，他一定要去炫耀。可是大家为什么不炫耀了？因为没什么可炫耀的了，大家要不然失业了，要不然减薪了，然后在疫情期间被关那么长时间，大家已经没有那个心气儿了。由于现在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少，然后生活的压力还越来越大，改革开放的那种繁荣的景象，或者说充满朝气和希望的那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当然这时候大家越来越去少炫自己的生活了，你如果去炫，就等于是在拉仇恨，别人过得不好就你过得好吗？难道？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尽量的不要发东西了。其实很多的迹象都能表明中国经济遇到了巨大的困境。所以这一次的所谓的放水也好，或者是
政府想办法去意识到困难，并去试图去解决困难，这些做法是维持不了的，它改变不了中国的整体经济结构。我之前说过，因为它的政治结构不改变，它仍然是政治挂帅的国家，仍然是把党的权威放在第一位的国家，那么很多的事情它进行不下去，它改变不了。它改变的话会动摇国本，会亡党亡国。所以那些李克强所谓的硬骨头也好，或者说什么壮士断腕也好，那些说法其实没有实现，都没有实现，就只停留在口号上。就在最近，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还被解雇了，连带好几个官方智库专家全部被解雇。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副所长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的时候提到了养老金的问题，他就讲到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之间，还有就是机关单位和企业之间出现很大的养老金的待遇差别，他提到了这个问题。紧接着在今年5月25号在清华大学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边，他的发言就被别人替代了，就不让他说话了。紧接着他的职位也被剥夺了。中国现在不让你提问题，不让你指出错误，只让你畅想经济光明论。当然了，最近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好像没有怎么光明啊，说要正视困难，但是习近平可以说，别人不能说。甚至中国社科院这个官方的研究机构要求领导干部遵守10个严禁，包括严禁未经批准和外国机构和个人进行出版合作、发表学术成果，也严禁擅自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等等等等。请问这是放开了去改革，放开了大家批评，然后找到解决办法的态度吗？不是。所以还是这句话，中国经济我过去做了一系列的节目来分析，它的根本问题一直没有改变。不要说我唠叨，不要说我不断的重复，本质问题就一直存在啊，它没有变化呀，对不对？我不能今天说好，明天说不好，然后后天又说好，我不能是像某些人像墙头草一样一会儿一变。他只要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没有改变，那么我们最终的这个结论或者说本质肯定没有改变。如果大家觉得我是在重复的话，那只能说明我在讲本质，而那些不重复的人讲的都是现象，没有触及到核心的问题。其实研究中国问题并不难啊，我们就抓住2点，什么粉红说了什么话呀，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的，我们只看2点，看2点就足够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了。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经济问题、经济结构问题，那么第2个就是军事上，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军事，看这2个就知道共产党还能活多久。军事上，我们看到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独家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说中国最新型的动力核潜艇在今年春天沉底了，这对中国的武器计划是一个重大的挫折。我记得我之前也报道过这些事件了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消息没有现在这么可信啊，毕竟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来自美国政府。据说这次事件呢是在5月底或者6月初发生在武汉的一家造船厂，在出事之后，政府极力的掩盖，一直都没有向外界披露，所以说只有美国的情报部门才掌握，中国人对此一概不知。据说这个沉没的核潜艇是洲级潜艇，台湾叫做潜舰，对吧？它采用了一个独特的 X 型的设计，在尾部来提高潜艇机动性，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来制造，这是一家国企。那么5月底的时候，它在长江的一个码头附近进行下海前的最后装备。根据现场的卫星照片显示，这个潜舰沉没之后，多个大型浮动起重机在6月初抵达，把这个潜舰从河床中打捞出来。有没有伤亡还不知道，但是中国政府或者军方都没有承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毕竟承认了，他们觉得太丢人，底下的人也怕被追责，没准还瞒着上面呢，一层层欺上瞒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就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被围堵制裁之后，其实它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继续的东拼西凑了，从这儿偷点，从那儿偷点，或者是用这种所谓民营企业作为一个外衣来掩盖，然后去引入西方先进的技术，佯装用于民用，但实际上用于军用。那在这方面，美国和他的盟友不断的开始把这个窟窿给堵住，这个时候中国的这个现代化的进程就一下子被减慢了。那真的有些关键零组件或者是关键技术只能靠自己的研发了。那你这个研发技术这么薄弱的情况下，那出这种事情就是必然的了像之前火箭掉下来现在是潜艇沉没。当然，如果你去看数据，看他花了这么多的钱投入进去，
还是有一定成果的，解放军的军事实力还是有不断增强的，包括它不断的制造核弹头，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军力在不断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只是它的高科技被围堵之后，这些先进的设备它还能先进到哪儿去？它未来还能不能更新换代？它的真实的战斗力到底如何？这都是要打个问号的。总之呢，未来的中国是一片大乱，而对于全球局势来讲，形势大好。只要各个国家能够联手合作，不要为了眼前那点小恩小惠被收买、被统战，而是看长远，看长远的维护这个世界和平的利益所在啊，那么就会加紧对中国的围堵制裁，震慑中共政权，不让它破坏世界和平，不管打着什么样的名义，同时削弱它的实力，也可以保障其他国家的安全。保障其他国家的安全，包括台湾的安全，就是捍卫自由和民主。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如果大家喜欢这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